有跟人家分享过这些笔记吗？应该是没有，所以这是第一次给人家看到。对，大家知道阴茎骨折吗？不知道你反正阴茎讲，我会被黄标，那你讲一下。好，我们今天很高兴的又邀请到了最 popular 的刘医师，再来跟我们分享台大医的笔记，应该算是国考笔记。国考笔记。国考笔记，我是一个很不会做笔记的人，我也不会。应该说读书的方法有很多种，然后每个人做笔记的方式不太一样。对，网络上其实应该蛮多做笔记的方式的，对，但我们应该都非典型。其实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非典型，因为我其实没见过。但没看过，所以就是一个 first impression。First impression 看说这个笔记到底是在干嘛，有不有趣？有不有趣，重不重用？重不重用？你要不要把你的宝贝拿出来了？我其实只有带3本3本，这2个是自己写的笔记。嗯，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第一次，我们国考分2次，第一次国考就是有一些包含比较基础的科学。什么时候要考国考啊？大4跟大6分别。结束的时候会考2次。第一次就是比较基础医学啊，包含常见的生理啊，包含大体解剖也是第一次考这样。那第2次的话就会考一些比较临床的东西。对啊，所以这其实主要是第一次国考的内容。好，那我们想要先开哪一本宝贝？那我们就先看比较普通的胃症。当然，胃症就比较多文字的东西，但事实上就是用手写的。你的字其实蛮小的，来研究一下，学一下，学完。结果中间还有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加在里面，健保的演变。健保演变这些都要考哦。对，我也不知道考这个，还要考一些其他国家的。为什么要考其他国家的？就是其实我们健保也是参考了蛮多国家，包含德国、美国、加拿大的一些先例啦，去整理出台湾的健保，所以台湾健保制度说实在就是蛮特别的。那在其他地方其实找不到相关的制度。美国的 Medicaid， 美国健保非常的烂。对，就是美国好像有分 Medicare 跟 Medicaid 对，两条路，然后其中一个 Medicare 是奥巴马用出来的，给老人，而 Medicare 是给穷人。我的笔记是这样写的，但对不对？大家自己去查。其实我也不知道，在美国住了这么久，好像也没有。非常的复杂，美国的健保制度非常复杂。那最后就进入生统。生统，我也进入生统区。当然，那时候没有学得很认真啊。原本觉得进入大学数学应该就 OK。乱读是不是？有些数学观念对之后你要做研究还是蛮重要的。中间夹杂了一个那时候男友之夜的那个场部的草稿。男友之夜场部的草稿，那时候的场部啊，反正我们那个有一个活动中心，进去的地方。读书读到了一半，觉得开始对有一些临时的灵感需要处理一下。大学就是有趣。好的。统计啊是什么？行一错误、行二错误、假设检定、T-test， 这些我也上过呀。其实 Pearson correlation、regression analysis， 其实都是一些蛮重要的东西。流病，我们要上流行病学。你现在在忆当年。我那时候 standardization 性效病，免疫学，对，反正就进了免疫学主题。免疫学其实也是。为什么免疫学的字这么小啊？免疫学其实说实在蛮难的。它字好小哦，然后跟前一页的字还有比起来有差别。你看，就是这个字比较大一点。进入免疫学以后，字开始缩小。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免疫学就是免疫啊，反正。泄露。immune 就是有分蛮多种的啦。最近流行的病毒感染来说好了，事实上病毒感染当然会出现一些症状，但大部分症状包含喉咙痛啊，其实很多是免疫的反应造成的。所以其实我们吃很多药，主要是症状治疗嘛，然后吃一些抗消炎的药，大家说的口令，或是打那个疫苗，吃 NSAID 很有用。所以，但 NSAID 其实不是抗病毒 ，NSAID 其实是压抑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这样。所以把免疫系统压下来，其实症状的缓解就是会蛮有效果的。其实这是差不多，也不是学这些啊，只是给大家一个例子，说免疫系统在人的生理是怎么运作。它当然详细是蛮复杂的。对，感觉蛮复杂的，很多。我其实写的蛮多的。对啊。这个 section 比较丰富一点点，也蛮。还有一些小图。我那时候很喜欢用这种categorize， 然后用
用很多阶层的这个线去把它画开，自行自行说牌。说牌，我喜欢画画。蛮图像化的，但对考试有没有用我不知道，但蛮漂亮的，看了心情很好。看了心情很好。我觉得笔记的重点之一，看的心情很好，不然你不想看。好多东西，好难哦。那绿色跟红色是？可能是重点吧。可能好。OK。好多画画，这些是什么细胞吗？对，是各种细胞。很酷哎。那细胞在干嘛？反正它就会吞噬一些病原体啊。反正有各种细胞，各种免疫细胞 ，granulocyte、NK cell， 这是 macrophage。那 macrophage 主要是吃东西，其他就是会释出一些免疫细胞，会有免疫的抗体来综合跟消灭病原。我刚刚完全听不懂你讲什么。没关系，不重要。哦，好细，好哇。其实反正免疫学会有一些 lymphatic tissue， 常见的 lymphatic tissue 就是被画在这里这样。画得很好哎，很细。这边有画到，其实这是常见的一些免疫的 ，Spleen 跟 lymph node 跟 thymus 都是一些常见的免疫的器官，那是我们重要的身体的防线这样。反正好像就画到一些血流怎么进去一些细胞分布在哪里要怎么去对一些外来的病原体做一些免疫的反应。画得好细哦。好看。好看。是蛮好看的，但自己讲。那时候其实我们也上一些牙齿的东西 ，oral cavity 跟 tooth 跟舌头，其实我们也是多少有些涉猎。我们也对肾脏有所了解，这就是男生才有的 prostate， 它就是膀胱，然后旁边是肾脏，还有一些肾小球、肾小管。这时候只有铅笔，没有彩色。我不知道，就是有时候可能没有带彩色笔。这个就是我们的肠胃道了，蛮有趣的。这是我们整个的肠胃道，从食道下来就是胃，然后包含其他的消化的器官跟消化液肝脏、小肠、大肠。整个一路下去，上面有什么东西，分泌什么东西，还有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大概都整理在这里。那你通常做画这些图的时候，你都是课本对着这样画，还是你是记忆型那样？其实这图我不知道是不是原创，说不定是原创。你说就我自己画，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参考什么东西。总觉得把它整理在一起会比较容易记忆。就是你到时候考试的时候会有一个后配角，可以知道东西走到哪里，遇到什么东西，这样比较容易记忆。我自己觉得。图像化记忆法。对，就是把整个把它图像化。一个是也好看，大家回来看就觉得哇，我那时候好认真。笔记有另外一个功用，就是回头看会觉得哇，我好认真的。我好厉害。好厉害。Interesting。这是什么？这是睾丸。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 testis 跟副睾，还有下面是我们的精子跟精子的纤维构造。就是它精子是从一个成长的过程从外面一直往里面，最后成熟成一个我们可以用的精子。没错。有趣的睾丸。你现在是边翻边复习一下。大家下次吃鸡睾丸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图。为什么吃鸡睾丸的时候要复习？鸡睾丸跟人睾丸可能一样。你说哪些地方可以吃，哪些地方不能吃？都可以吃两个都可以吃。你可以把它剖半看一下鸡睾丸跟人睾丸的结构有没有一样。那这是什么？这是 prostate， 还有鸡鸡的很前面。你那画得很认真呢。这个上面是 prostate， 下面还有一个，这个比较特别，这是那个 prostate 的3D 结构，你有看出来？3D 结构，我把它画成一个3D 结构，可以知道里面的管子是怎么互相的。然后因为它的 prostate 其实它算是一整颗，所以它是一样的，只是你这个是剖面图，平面剖面图，这是3D 版的。对，总之 prostate 它其实虽然是一颗圆圆的，不过里面也是有分几种部位这样子所谓的那个我们叫什么 BPH 侧物腺肥大，其实是某一个 part 肥大，不是整个。所以我觉得画3D 结构对于那个部位的肥大会有办法去 localize。下面那个是那个 penis 的剖面图，看起来蛮痛。也是有蛮多结构的。我可能会被那个黄标。是学术探讨会被黄标吗？大家知道阴茎骨折吗？不知道呢。反正阴茎讲会不会被黄标？那你讲一下。
阴茎，反正阴茎它有2条海绵体，这个其实应该大家都知道。海绵体外面有个白膜，白膜是一个很硬的纤维化的组织啊，所以所谓的阴茎骨折，事实上里面是没有骨头的，但就是那个白膜破掉，所以它就会折断这样，有一种折断的感觉。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阴茎骨折的新闻，应该可以查到一些。听起来很可怕。但事实上就是白膜破裂。那要怎么办？它应该紧急开刀把它缝起来。术后我不知道需不需要保护一段时间，不能勃起。不知道，请泌尿科医师解惑。那个不是真的骨头，所以不在你的涉猎范围内。没错，这是耳朵的结构。反正耳朵也是有分外耳、中耳跟内耳啊，反正有各种不一样的结构。所谓外耳就是外耳道跟到那个耳膜中间，中耳跟内耳就是有很多除了听力之外，还掌管很多平衡相关的东西。所谓的耳石脱落就是内耳的问题。What is this？ 我们的眼睛也是多少有些眼睛他们这是眼睛，这边是耳朵，这是内耳三半规管，那个是三半规管里面的一个掌管平衡觉跟移动感觉的东西。这个是那个输卵管。我怎么觉得你的那个先后顺序没有什么逻辑？一下在上面，一下在下面，一下。以及跟输卵管之间好像要掺杂一些东西。Anyway， 这是输卵管。Ovulation 包含内膜的厚度跟天数，为什么子宫内膜会生长，为什么会月经来，这其实也是都在这个章节里面。感觉读得很认真。大概是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个很有趣的话，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哦。下礼拜还有抽奖跟一些小游戏，记得下礼拜再准时收看。大体解剖这么厉害，应该这个做完就不用再念了。结果在考试前2个礼拜的时候，突然写考古题，就好像完蛋了。真的假的？太难了吧？计时开始。你能偷笑啦？给我按赞、订阅跟留言都有的。抽出3分。好，抽出3分会送，就是我从这里面选出几个比较我觉得蛮酷的图，然后做成明信片寄给大家。寄给大家。